这个问题，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经当面问过邵雍。邵伯温在《邵氏文间录》里记录如下：伯温昔氏家庭，请于康节先公曰：大人至河中，仁宗在狱，复公当国，可谓圣矣。乃谢聘不起，何也？先公曰：本朝至仁宗，政化之美，人才之盛，朝廷之尊，极矣。以前或未至，后有不及也。天之所命，非偶然者，吾随出何意？是非尔所知也。伯温再拜其手，不知所以问。邵伯温提到的至和年号为宋仁宗赵祯的第8个年号，分别是1054年甲午、1055年乙未、1056年丙申，共计3年。1055乙未年即为至和中。从这一年开始到大约1063年，邵雍的朋友富弼为宰相，也就是邵伯温说的复公当国。还要特别注意的是，1055年邵雍45岁，也是在这一年，邵雍在他的学生太学博士姜子发和潞州张牧之的资助下，聘王运修之妹为妻，结了婚。人们常说人生之大喜，包括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。这一年，邵雍洞房花烛已成婚，而自己的好朋友又在朝廷当宰相，正是去当官求功名成双喜的人生好时节。然而邵雍却谢聘不起。对此，邵雍向他的儿子解释说：本朝至仁宗，政化之美，人才之盛，朝廷之尊，极矣。以前或未至，后有不及也。天之所命，非偶然者，吾随出何意？是非尔所知也。在这句话里，邵雍提到了赵祯的庙号仁宗，说明这段对话最早发生的时间当在1063年赵祯驾崩之后。这一年邵雍53岁，而邵伯温才6岁。6岁的小孩不可能问出这么深奥的问题。而邵雍去世时67岁，邵伯温20岁，所以这段对话应该发生于邵雍晚年，邵伯温15岁前后，有点懂事，但还没有懂事到可以而所知的程度。邵雍的这句话有3层含义。第一，评价宋朝从开国到仁宗的这100年时间，政化之美，人才之盛，朝廷之尊，极矣。在这里，邵雍用了一个极。极这个字如果是用在《甄嬛传》里，无非是极好的，但它出自一位学周易的人之口，从一位易学宗师的口中说出极字，显然烙上了深深的悲剧之印。物极必反，这在周易里是不义之理，所以邵雍断言后有不及。其实即便是物极必反，即便是盛极而衰，此时还远没有达到反和衰的程度，离北宋朝衰败其实还有将近100年的时间。邵雍自己也没有什么精神洁癖，所以盛极而衰是隐忧而不是主因。第二层意思，天之所命，非偶然者，这句话的分量就很重了。邵雍是相信天命而不信世俗命的人。他说的天之所命是指天道自然、宇宙自身所具有的物理之道，是超越个人钻营、勾心斗角的非偶然的必然规律。说的再通俗一点，官宦世家子弟承袭祖上父印而当官，就是非偶然之理的一种表现。比如司马光是后晋安平王司马孚的后代，而富弼也出身于簪缨世家。而穷人的孩子妄想入侯门而平步青云，就是偶然。一入侯门深似海，要想在此海中主沉浮，单凭一个人的能力，单靠一家人的资源是绝不可能的。也许这个道理年少的邵伯温并不能懂，但当他日后在北宋官场上打拼时，纵然有司马光的提携照顾，但他的当官仕途并不顺利，也不突出，最高官职做到利州路转运使。他终将明白邵雍谢聘的顾虑。中年以后的邵雍当然太明白这一点了，
所以他认清了天之所命，把他放在一介布衣平民的位置上，他就开私塾弘扬孔圣之学，做好属于自身特点的非偶然之事。第三层意思，吾随出何意？这句话里其实还有2层意思，可能真正隐含了邵雍的真实想法。在下个视频里再聊，再见。